大家好，歡迎來到 XPU 實驗室。我們的 CH32H417 USB 超高速開發板今天正式發售了，大家趕快來訂購吧！拿到這塊號稱國產之光的 32H417 USB 3.0 開發板，心情是不是很激動？是不是想立馬跑一個 USB 3.0 的速度測試？結果發現程序怎麼燒不進去 ，USB 2.0 設備識別不了，是不是瞬間心涼了半截兒？別慌，你不是一個人。今天這期10分鐘的視頻就專指 CH32H417 的各種水土不服。我會帶你繞開3個最常見的坑，讓你真正體驗到這顆450兆大兵每秒的 RISC-V 芯片的強大。第一個也是幾乎所有人都會踩到的坑，程序燒錄不進去。你檢查了接線、驅動，一切正常，但 IDE 就是報錯。原因其實很簡單，核心原因就是你拿到的板子已經預燒錄了 USB 3.0 的帶寬測試程序。為了獨占 USB 高速接口，程序中已經通過代碼禁用了 SWT 的下載功能。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原理圖，就會知道問題的原因了。這裡就是 USB 3.0 的 Type A 接口。我們看這裡的低正低負用的是 USB 高速接口的網絡，然後它實際接入了這裡，也就是 PB8、PB9， 但是它也對應了 SW Clock、SW DIO 2個信號。我們下邊來演示一下，這是我的板子，現在已經連接到了 Link-E。我們可以看到，我現在打開 IDE 來進行燒錄。我們打開這個 Download Config， 我們去查詢，發現查詢不到。這時候去燒錄肯定會失敗。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在 USB 3.0 的這個帶寬測試的這個程序裡邊，它會禁用disable 掉這個 SWT， 然後它通過 GPIO pin remove config 函數把這個 SW 接口禁用了。怎麼解決呢？解決辦法不是換一個燒錄器，而是使用Link-E 燒錄器的一個功能，叫做整片擦除。我們來實際看一下怎麼來使用，還是點這個 Flash Download Config。因為這裡的話我没有連接這個 Reset 角，而是連接了電源，我們可以使用 Bypass。OK， 我們可以来這兒清除一下 Code Flash， 已經成功了。我們再去查詢這個 MCU， 我們看到這個 MCU 的信息已經有了，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順利的下載了。這裡我也下載的時候我也選擇了全部擦除，並且通過 Pop Off 來清除這個 Code Flash。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已經下載成功了。现在你的 SWT 接口就恢復了，可以正常燒錄你的點燈程序或者其他任何程序了。好，第一個坑填平了，你成功的燒錄了官方的 USB 3.0 測試程序，滿心期待的在電腦上能夠看到一個高速設備，結果你的設備管理器上會出現一個未知的 USB 設備，並且加了暗號，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一起來看一下。現在你會發現一個未知的 USB 設備端口，這是什麼原因呢？如果我拔下消失上，會看到它又會出現未知的 USB 設備，這是什麼原因呢？還記得第一個問題的引腳復用嗎？當調試器的線還插在 SWT 口上時，它物理占用了 PB8、PB9，
這恰好是 USB 2.0 的低正低負。測試程序它也会初始化 USB 2.0 的接口。如果你带着 SWD 连接上調試器，這時候初始化程序就會失敗。但這時它不會影響 USB 3.0 的測試，但是在你的設備管理器上會顯示是一個未知的 USB 設備，並且加了叹號。所以在我們使用 USB 接口的时候，請務必拔掉調試器，讓 USB 接口輕裝上陣。我現在把 SWD 接口拔掉，我們会看到設備管理器中已經沒有了那個加叹號的 USB 未知設備了。最後一個坑有點隱蔽，你寫程序讓一個 GPIO 口輸出高電平，可用完用表一量，咦，怎麼是 1.2 伏或者是 1.8 伏，而不是 3.3 伏呢？难道芯片壞了嗎？當然不是，這是 CH32H417 一個非常獨特且高級的功能。芯片內部有一個可調輸出電壓的 LDO， 專門給部分 I/O 電路，主要是 VIO 18網絡供電。它的輸出電壓是可以由硬件也可以由軟件來決定。默認情況下它是由硬件決定的，也就是通過 XO 引腳的狀態來決定的。我們看一下原理圖，我们看一下它們這有這麼幾個電源網絡，其中 VIO 18的網絡是用藍色的線標示出來，你會看到有占了很多部分的藍色的這種 GPIO， 所以這個網絡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然後這個地方 XO 也就是5兆主時鐘的 XO 角上會有一個下拉的 100K， 如果焊接了這個 100K 的下拉，它選擇的就是 1.2 伏的輸出電壓。如果焊了 330K 的下拉，這地方輸出的是 2.5 伏的電壓。如果這個電阻不焊，那它輸出的就是 1.8 伏的電壓。為什麼這樣設計呢？是因為 CH32H417 集成了一些高速外設接口，可能不需要 3.3 伏的電平，比如 eMMC 接口，它需要的就是 1.8 伏的。最佳的解決方案應該是通過軟件來調整它。我們看到這有一組寄存器，它就是來配置這個 VIO 18網絡的輸出電平的。我們最常用的就是通過軟件來調整。首先我們使用這個 PWR 這個模塊，然後通過 PWR VIO 18 AutoConfig 這個函數來配置成軟件控制，然後再配置它的電平為 Mode 3。Mode 3對應的就是 3.3， Mode 2是 2.5， Mode 1是 1.8， Mode 0是 1.2 伏，這樣就可以了。所以你在使用開發板時，一定要先確認一下 XO 上的下拉電阻是什麼一個狀態，然後再來連接你的硬件，然後再根據你需要的電源的電平來調整。另外它其實也可以通過 3.3 伏的電源直接接到 VIO 18的網絡上，但是這樣的話為了減少功耗，需要通過軟件來關閉內部的 LDO。好了，我們來快速總結一下這3個避坑點。燒路失敗是因為 WD 可能會被程序禁用，先整片擦除，然後再進行燒路。USB 2.0 不識別是因為調試器占用了數據線，測試之前先需要將 SWD 掉。GPIO 電平不對
是因為有大部分的 I/O 電源的電壓是可調的，需要檢查一下硬件，然後通過軟件來調整到你需要的電源電平。解決了這3個大障礙，這才算真正解鎖了這塊開發板。接下來你就能盡情的探索強大的 USB 3.0 一台网 SerDes 的高級功能。希望这個視頻能幫你順利上車 CH32H417。如果你覺得有用，請務必點讚訂閱，這對我意義重大。你在玩這塊板子時還遇到什麼奇怪的問題，或者接下來想看我用它做什麼項目，歡迎在評論區留言告訴我。好了，謝謝觀看，我們下期再見。